如果一个黑帮卧底最后成为了警队最信任的精英，如果一个真正的警察用10年卧底黑帮，最后只能在死后才平冤昭雪，那么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警察，谁又才是真正的罪犯？2002年的《无间道》表面上讲的是2个卧底互相斗争、互相毁灭的故事，一个是被韩琛送进警队的刘建明，一个是被黄志诚安排进入黑帮的陈永仁。他们一个披着警服却藏着黑暗过去，一个混迹江湖却守着最后的正义。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审视这部电影，会发现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：香港警队花费无数资源培养出来的模范警察，最后竟然是黑帮培养的卧底。而韩琛手下那个最重情义、最讲规矩、最不像坏人的兄弟，偏偏又是警方安插进去的卧底，身份被彻底打乱，正义与邪恶的界限开始模糊。刘建明想成为真正的警察，陈永仁想证明自己还是一个警察，但他们最终得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结局：一个踩着谎言和鲜血走进光明，一个带着信仰和秘密死在黑暗。无间道真正想告诉我们的，到底是卧底的悲剧，还是一个关于身份、体制与人性的荒诞预言？今天我们重新走进这部香港警匪片的巅峰之作，看看那些隐藏在枪声背后的黑色真相。走进警局的大门，你看到的是一个几乎挑不出任何瑕疵的刘建明。他穿着裁剪极度合身的深色西装，出入于香港警队的各层办公楼。他住在坐拥海景的豪宅里，娶了优雅高贵的知名女作家，甚至在警局内部，他也是所有后辈仰望的明星警官。警局高层梁警司看好他，同僚信任他，连 CIB 和专案组最核心的调查任务都毫无保留地交到了他的手里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个全警队最耀眼的正义化身，底子却无比黑暗。他是黑帮老大韩琛早在10几年前就安插进警队的死士。但讽刺的是，刘建明在警局里的表现，甚至比绝大多数通过正规考核进来的真警察还要优秀。在龙鼓滩那场涉案金额巨大的毒品交易中，刘建明积极配合黄志诚警司，戴着耳机，目光如炬。他一边用极其熟练的警队术语调度各路警力，冷静地布控、封锁、拦截，一边在暗中用手机给韩琛通风报信。在2个极其庞大的组织之间，他游刃有余地玩着走钢丝的游戏。更荒诞的名场面发生在黄志诚警司坠楼牺牲之后。当整个专案组因为主心骨的猝死而陷入混乱、悲伤与失控时，是刘建明站了出来。他没有一丝慌乱，反而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智迅速接管了专案组。他一边安抚警员情绪，一边利用陈永仁从黑帮内部传出的关键线索，火速制定出了一套无懈可击的歼灭方案。在那个漆黑的地下停车场里，韩琛慌不择路的逃跑，最后却被刘建明堵在了尽头。韩琛以为眼前的刘建明依然是那个听命于自己的黑帮死士，甚至还想利用刘建明来帮他逃跑。可伴随着一声冷酷的枪响，刘建明毫不犹豫地一枪打穿了韩琛的头颅。他用黑帮最残忍的出卖与灭口，为香港警队立下了歼灭大毒枭的赫赫战功。为什么一个黑帮派来的卧底，反而能成为全警局最优秀的模范警察？因为刘建明没有普通警察的道德包袱与教条束缚，他精通黑道的逻辑思维，深谙体制的漏洞与规则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有着一种极致的求生欲，他绝不能暴露。这种对曝光的极度恐惧，被他完美的转化为了一种恐怖的办案效率与掌控力。这正是无间道对体制最狠辣的嘲弄。庞大的官僚体制根本不在乎你西装下的灵魂到底是黑是白，他只在乎你交上来的 KPI 够不够漂亮，你在表格上填写的战果够不够辉煌。刘建明交出了完美的成绩单，于是体制便毫不犹豫地把最高的光环、最核心的权力与最赞许的掌声拱手送给了这个黑帮卧底。如果说刘建明是在警局里穿上了完美的人皮，那么陈永仁就是在黑道的地狱里把自己彻底沉沦。10年间，陈永仁在香港最污浊的街头流浪，他打架斗殴，被抓进拘留所，替韩琛运毒、抢地盘、砍人。他眼眶深陷，神情颓废，身上布满了刀疤，甚至因为长期处于恐惧与谎言中，不得不频繁去看心理医生，靠着药物维持紧绷的精神。从外表看，他比那些真正的混混还要像混混，比坏人还要像坏人。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在泥潭里打滚的人，却活成了整个社团里唯一重情重义的异类。单元里有一个极其震撼也极其扎心的细节，在黄志诚坠楼牺牲的那场枪战中，现场一片混乱，子弹飞射，是傻强冒着枪林弹雨开着车，硬生生把陈永仁从死亡线上拉了出来。车子在路上剧烈颠簸，最后狠狠撞在了路边，傻强头上血流如注，半边脸都被鲜血染红。
在生命最后的几分钟里，傻强虚弱地靠在座椅上，用那招牌式的傻笑对陈永仁说出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告白。今天那个卧底没出来，黄警官被黑帮打死了。其实我知道谁是卧底，如果一个人他总是在看着你做事怪怪的，那他就是卧底。但我没告诉老大你去按摩的事情。傻强到死都在死死地保护陈永仁，因为在傻强那个极其纯粹甚至有些蠢笨的黑帮世界里，陈永仁不是什么警察，陈永仁是他最靠得住、最讲气概、最不会背叛他的亲兄弟。为什么一个警察卧底反而成了黑帮里最讲江湖道义的人？因为陈永仁骨子里流淌着警察的良知与同理心。在韩琛那个尔虞我诈、相互猜忌、随时准备出卖同伴的冷酷黑帮里，所有混混都在为了利益互相撕咬，唯独陈永仁，他无意间流露出的那一丝不忍心，对兄弟的搭救，对底线的坚守，反而成了那个恶人成群的世界里最稀缺、最奢侈的品质。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荒诞。一个警校优等生为了伪装自己，在黑道里活成了最符合传统江湖义气的纯粹大哥，而真正的黑帮老大韩琛却在怀疑所有人、利用所有人、出卖所有人。警方送去了一个正义的灵魂，结果却意外地滋养了黑道里最真挚的一段兄弟情。当假面戴得太久，他就会慢慢长进肉里，变成真皮。刘建明在地下停车场开枪打死韩琛的那一刻，很多人以为他是良心发现，以为他想改邪归正，做个好人，但这只是一种极其天真的幻想。刘建明杀韩琛本质上是一场自我洗白。在警局里待得越久，刘建明就越贪婪于警察身份带来的社会地位、尊严与体面。他爱上了住在豪宅里被全社会尊重的感受。而韩琛呢，那个在大排档吃盒饭，动辄对他回来喝去，掌握着他所有黑料的黑帮老大，就成了刘建明洗白路上最大的威胁与污点。他杀韩琛不是为了替天行道，而是用黑帮最残忍的抹杀知情人的手段，彻底斩断自己的过去，完成自己作为警察的自我洗礼。可真正的荒诞发生在陈永仁走进警局的那一刻。黄志成死后，陈永仁为了恢复身份，主动来到了警局，找到刘建明。在办公室内，刘建明殷切地准备为他办理手续。陈永仁也以为自己终于要走出长达10年的无间地狱。然而，就在刘建明转身拿文件的短短几秒钟里，陈永仁的目光落在了办公桌上，那里放着一个属于韩琛的档案袋，而档案袋封面上赫然留着陈永仁写下的字迹。电光火石之间，陈永仁彻底冰冻了。眼前这个衣冠楚楚、承诺帮他恢复身份的高级警官，竟然就是一直隐藏在警局内部害死黄志成的那个鬼。陈永仁没有打草惊蛇，他选择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警局。而当刘建明拿着文件回到桌前，发现陈永仁已经消失，且那个神秘的案袋被动过时，刘建明眼神里的温和瞬间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阴冷。他缓缓坐回电脑前，动了动手指，按下按键。他直接将警队系统里属于陈永仁的唯一一份警察档案彻底删除。这一案直接完成了电影史上的鸠占鹊巢。陈永仁守护了整整10年的信仰、尊严与警察身份，在庞大的官僚电脑系统里随手一敲，就沦为了荡然无存的无主幽灵。最守法、最正直的警察在体制内变得无家可归，而最违法、最冷血的黑帮卧底却踩着所有人的尸体，坐稳了警局高层的办公桌，换上了一身无上荣光的耀眼警服。如果我们抛开被敲门洗烂的天台对决，把视线拉回这部电影最后10分钟的电梯与葬礼，你会发现整部《无间道》的黑色幽默与荒诞感在这里达到了最顶峰。陈永仁拿枪制服了刘建明，将他押入了大厦的电梯。陈永仁以为自己握住了正义，以为他可以用法律来审判这个冒牌货。然而就在电梯门轰然打开的那一瞬间，悲剧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猝然降临。一声清脆而冰冷的枪响，子弹瞬间打穿了陈永仁的头部，鲜血飞溅在电梯壁上。陈永仁甚至连眼皮都没来得及合上，就重重地倒在了血泊中。开枪的人是林国平，他穿着一身警察制服，身份同样是韩琛多年前派进警队的另一个黑帮卧底。陈永仁苦苦支撑了10年，他没有死在黑帮的刀光剑影下，没有死在大毒枭韩琛的手里，却死在了警局内部另一个卧底的枪下。林国平开枪时，以为自己是在除掉威胁同伙的敌人，而警局的监控看过来，这却是一场警察击毙黑帮劫匪的合法执法。可这还不是最绝望的，电梯门缓缓关上，林国平兴奋地向刘建明表忠心，甚至告诉刘建明韩琛的录像带都被摧毁时，他以为大家终于可以坐享其成。刘建明看着眼前的林国平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找到同类的喜悦，
只有无尽的厌恶与杀机。当电梯下降中，刘建明毫不犹豫地拔枪，连开数枪打死了林国平。他将所有的罪名，所有关于警队内奸的脏水，全盘推到了死人林国平的身上。而刘建明自己则变成了一个独自深入敌后、歼灭黑帮内奸、拯救同僚的孤胆英雄。他从容地走出了警局。这一连串的枪响，构成了电影史上最讽刺的3重错位。真警察陈永仁死在了体制内另一个假警察的枪下。黑帮卧底林国平击毙陈永仁，体制以为是正义消灭邪恶。最大的黑帮卧底刘建明连杀2个黑帮同伙，用最冷血的黑帮残杀手段，为自己赢得了体制最高规格的信任与荣誉。电影的最后一幕是后园墓地，雨后的墓园肃穆而冰冷，因为李杏儿医生在陈永仁的遗物里找到了线索，陈永仁的警察身份终于在死后得到了恢复。巨大的墓碑前，风吹过树梢，刘建明穿着一尘不染、光鲜亮丽的高级警服，戴着白手套，作为警队的高层代表，面无表情的立正举手，向着陈永仁的墓碑极其庄严地敬了一个标准礼。躺在棺木里的真警察用死亡换来了一块冰冷的墓碑，而站在这阳光下享受着全场敬仰的假警察却穿着最耀眼的警服，向他致以最沉痛的哀悼。恶魔穿上了正义的袈裟，在佛祖的面前完成了对正义最完美的鸠占鹊巢。无间道一之所以能够跨越20多年，依然高居香港电影的巅峰，绝不仅是因为那些精彩的枪战与扣人心弦的卧底对决。它最伟大也最残酷的地方，在于它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，切开了社会体制与人类心理中最冷酷的真相。面具戴得太久，就会变成剥不下来的皮肤；谎言重复了太多次，就会盖过冰冷的真理。警局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明星精英，哪怕这个精英的双手染满了黑道的鲜血；黑帮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重情义气，哪怕这个兄弟的内心永远向着光明。庞大的体制机器从不在乎你的内心到底是圣洁还是污秽，它只在乎结果，只在乎秩序，只在乎你能不能扮演好他分配给你的那个角色。陈永仁殉道了，他解脱了，只留下一块冰冷的墓碑。刘建明活了下来，他彻底掉进了永世不得超生的无间地狱，但他却穿上了全天下最漂亮的警服。在离开之前，我想留给大家2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刘建明，在体验过高尚、体面且受人尊重的警察生活后，面对那个随时会毁掉你一切的黑帮老大韩琛，你会不会也选择用最残忍的方式把他除掉，来换取自己做好人的机会？第二个问题，穿着警服的黑帮和混迹黑道的好人，如果只看结果，体制真的在乎谁是真警察吗？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有观点、有深度的经典电影解析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。我是瑞元，我们下期见。